大家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SNH48 成员蒋淑婷在演出时衣服被镭射灯照到起火 ，TVB 女星何慈茵拍戏时意外受伤，龚俊录制中餐厅不小心摔倒。明星们在工作时发生的意外，轻则伤筋动骨，重则直接毁容。那么面对各种突发意外，明星们是如何处理的呢？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吧。去年10月份，张杰举办了一场巡回演唱会，没想到在苏州站演出时发生了意外。他在唱歌时，升降机突然跌落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便已经重重地砸在了升降机底部，甚至由于冲击力太大，落地后还弹了一下。不过心系歌迷的张杰在受伤之后，并没有马上去医院检查。唱歌过程中，张杰的手血流不止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好在演唱会结束之后，张杰马上去医院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，除了一点轻微的骨裂需要带护具之外，并无大碍。事后，演唱会的主办方也发了道歉信，向张杰道歉，并解释事故原因。主办方表示，张杰这次意外是因为舞台电梯下降时碰到了外圈平台，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，他们做了应急处理。虽然意外难以预料，但演出器材这种东西，主办方还是多上点心吧。真要出了大事故，发多少封道歉信都没用。无独有偶，50多岁的哥哥林志炫录制节目时也发生了意外，他刚表演完歌曲就意外的从2米多高的升降台上摔落下来，而升降台底部空间没有垫子，全是硬邦邦的铁板。看见林志炫突然从舞台上坠落消失，在场的观众和其他明星嘉宾都惊呆了，他们第一时间跑到林志炫摔落的高台边，紧张着朝下面张望。正好在现场的爆料人表示，当时脑袋里全是完了。好在过了一会儿，林志炫的头从升降台的缝隙里露了出来，随后只见他慢慢的从升降台底部空间爬到了舞台平面。敬业的他在经历了这样的惊险时刻，竟然还非常不好意思的对台下观众表示抱歉，说不好意思，打扰大家这首歌末端的沉浸，我真的对大家非常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直到采访和谢幕等所有流程结束后，他才扶着腰一瘸一拐的离开，十分敬业。2020年9月，黄龄在参加某个音乐节演出时也不幸发生了意外。当时黄龄正在边走边唱，却不曾想脚下的地突然陷了下去，她整个人都摔进了坑里。从图片上可以看出，舞台中间有着一条很宽的缝隙，但主办方不仅没有放相关的提醒标志，还用毯子遮住了这条缝隙。音乐会当天灯光比较昏暗，再加上毯子又是黑色的，黄龄很容易将其看成实心的地。但主办方却说，对现场的风沙可能有点大。不过还好，黄龄伤的不是很严重。演出中断3分钟后，便又回到了台上继续唱歌。就是这腿上的淤青，看着让人心疼。为了不让粉丝担心，黄龄还发文笑称自己有9条命，摔一下啥事儿没有，身体好得很。后来参加其他节目时，她直接把腿上的淤青画成了锦鲤，真的是个很乐观的姐姐了。2015年，张靓颖在北京举办演唱会，边唱边跳的她没注意到自己身后有个大窟窿，一不小心就摔了进去。那是舞台中央直冲地下的升降设备，大约有2米高。张靓颖就这样毫无防备地摔了下去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只留下伴舞们不知所措。事故发生之后，歌手王铮亮火速出来救场，唱了一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。而张靓颖在休息了10几分钟之后，也坐着椅子回到了舞台上。2米的高度还是很可怕的。重回舞台的张靓颖胳膊上面满是淤青，腿也伤得很严重，不过她仍然坚持完成了这场演出。古巨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故。2018年，他在红馆举行了演唱会，跟张靓颖一样，他也不慎掉进了背后的大窟窿里。好在古巨基身体还不错，这一摔只造成了肌肉拉伤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休息片刻之后，古巨基回到舞台继续演出，还大喊了3次“我没事儿”，让粉丝放心。在升降台事故里，无论是受伤的张靓颖、古巨基都属于不幸中的万幸，没出什么大事儿。而林子祥就比较惨了。2003年，他在汪明慧的演唱会担任嘉宾，唱得正起劲时，一不小心就跌入了大窟窿中。摔倒之后的林子祥晕厥不振，一度失去意识。这次意外使得林子祥右耳骨破裂。虽然治疗后情况有所好转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上台唱歌右耳必须要戴助听器，否则就只能听到单声道。
如此看来，开演唱会的风险还真不小。林子祥是右耳受伤，陈奕迅则是下体受伤。2002年，Eason去台湾宣传自己的新唱片，在演唱会上一向活泼好动的他，准备跟粉丝们互动一下，来个漂亮的收尾。不料陈奕迅一脚踩断了音箱的支撑架，导致整个人摔下舞台。虽然舞台并不是很高，但陈奕迅不慎摔到了自己的重要部位。好在经过医生诊断，陈奕迅的生育功能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只是还有韧带拉伤、腿部淤血等问题需要住院观察。不过陈奕迅倒是心大，在这之后他仍旧不改自己顽皮的属性，在舞台上跌倒也成了家常便饭，甚至还被媒体称为跌倒大王。除了舞台演出，拍戏也是意外的重灾区。任嘉轩和俞灏明因为拍戏毁容，港星谭耀文在拍摄电影《逃狱兄弟2》期间被撞裂3根肋骨，国民弟弟吴磊在拍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时，也因为拍戏被炸伤了脸。花絮中，吴磊身穿军队制服骑在马上，正在拍摄一场打仗的戏，然而步枪意外炸膛，一时间他的眼睛都无法睁开，五官全部皱在一起，表情痛苦。发生意外后，这场戏被喊暂停，工作人员们都围过来关心吴磊，他一直解释我的问题。剧组的人拿酒精给他伤口消毒，做紧急处理。简单消毒伤口后，吴磊让人给自己补妆，在伤口上又抹了遮瑕作用的化妆品，坚持继续拍摄。直到当天戏份拍完，他才匆匆赶去就医。罗云熙拍摄《追光者》时也传出了受伤的消息，他在与演员对戏时有被对手扇巴掌的戏份，结果对手演员太用力，罗云熙被打到脑震荡。更可怕的是，对手演员扇巴掌的时候还戴着结婚戒指，因此戒指也划伤了罗云熙的面部，疑似需要缝针。虽然是拍戏过程中的误伤，却让人很是心疼。同样是拍戏，古天乐的情况要严重许多。拍《真三国无双》时，他因右眼受伤，眼球被缝8针，他表示非常震惊，感叹说道：“令我见识到原来眼睛也可以缝针。”虽不知当时的情况，但这样的状况让人想想都感觉触目惊心吧。而最令人意外的是，古天乐并没有因此休息，反而因为时间紧迫，便在眼伤未愈的情况下，继续奔赴纽西兰进行拍摄。林志玲在大连拍摄广告的时候，由于骑马经验不足，不慎从马上摔下来，造成胸部6根肋骨骨折。拍戏有风险，录综艺也并不轻松。去年录制《中餐厅》时，房车做饭遇到下雨天，屋顶上的周雨棚不牢固，遇到大雨就脱落了，大量积水一下子就倾倒了在了厨房。下雨天本来就地滑，再加上厨房被大雨浸泡，灶台跟地板上也都湿湿哒哒的，观众都担心嘉宾会滑倒，结果这一幕还真的就出现了。龚俊走进去之后，一不小心就双脚打滑，整个人直接砰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。好在周围没有其他尖锐的东西，这要是刚好在拐角的地方遇到了桌角的话，那问题就真的严重了。韩佩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参加超新星运动会时，他穿上冰刀鞋进入滑冰场后，向在场观众挥手示意，然而没走2步就重重摔倒在地，解说员被吓得不行。韩佩泉艰难爬起来后，用手捂着眼睛，似乎是被磕到了。虽然刚出场就摔倒了，但韩佩泉还是坚持完成了接下来的比赛。可在比赛即将结束时，他再次摔倒在地，整个人滑出去几米远，冲过了终点线，爬都爬不起来。比赛结束之后，2名选手在终点拥抱庆祝，镜头聚焦在韩佩泉脸上，大家才看见他的左眼角被磕破，正在不停地流血，血痕甚至已经蜿蜒到他的下巴，看上去非常严重。此时在场外等待的医护人员也赶紧上前帮韩佩泉擦拭血迹，处理伤口。最后他以受伤为代价赢得了此次短道速滑半决赛。公认的王牌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也出现过意外，受伤的是鬼鬼吴映洁。因为宋一龙在背他的时候，吴映洁一不小心重心不稳，结果就在宋一龙的背后头朝下栽了下去，因为头部严重撞击地面，最后还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。还好当时因为地面比较软，不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虽然这些事故让人惊心，但好在最后都有惊无险，这些明星们并没有受到致命伤。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么幸运。Beyond 乐队主唱黄家驹作为乐坛闪亮的一颗星，创造了许多经久流传的神曲。
然而，这样辉煌的一个人物，却因为一场事故不幸离世。1993年，Beyond 一行人去日本录制一个游戏节目，那天的舞台很湿滑，黄家驹不慎从台上跌倒，冲向了台后的背景板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那块背景板非常单薄，根本没办法支撑住他。就这样，黄家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头先着地，当场昏迷。虽然在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将黄家驹送去了医院治疗，但他最终还是抢救无效身亡。长腿帅哥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也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意外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。明星们在舞台上时光芒万丈，可下一秒他们就有可能坠入万丈深渊。生命只有一次，弥足珍贵。希望每个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也希望以后活动的主办方能够长点心，不要再让悲剧重演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。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